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瞎子提灯是为哪桩？瞎子都看不到东西啊，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灯呢？因为瞎子提灯走夜路啊，虽然还是看不到别人啊，但至少别人会先看到他嘛，这样才不会相撞啊。那瞎子提灯看起来好像是多此一举啊，看起来没什么用啊。其实不但是在保护自己，也在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啊。这个道理呢，是在启示我们啊，只要先点燃自己的佛灯，即使我们看不到佛，至少佛也看得到我们啊。所以哪怕自己还在迷惘中啊，看不到佛啊，也看不清路，但只要赶快点燃我们内心的佛灯，那这盏心灯就能让佛看到我们啊，也能避免在人群中呢彼此互相摩擦或碰撞啊。其实瞎子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根本不需要灯，但他提着灯啊，他不但照亮自己啊，也照亮着别人啊，让别人能看清楚路，也能够看到你啊，这也是一种无私付出的精神啊。那行道的人呢，就是要像瞎子提灯一样哦，不是为自己哦，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光明啊。只要光明一出现呢，黑暗就自动消失嘛啊。因此呢，人生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啊。所以嘴巴呢还能说出的苦，就表示还不是很苦啦。嘴巴说不出来的苦，那才是真的苦啊。真苦而苦到尽头的时候，自然他就会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啊！那这样就是转化苦水为法水，而如果能够在苦中说法，那这个真是了不起，更高的境界啊！心里已经很苦了，嘴巴就不要再加码含苦，否则就是将苦呢复制。用自己的嘴巴去复制苦，会苦上加苦，苦不完啊！即使遇到了困境或者苦境啊，还是要自我加持啊，吐法水啊，而不是呢吐苦水。虽然说起来简单呐，但做起来不容易哦。但也唯有这样学习雅言正语，才是在祝福自己啊，也才能够帮助到自己啊，这样才有可能在黑暗中找到希望的曙光啊！然而，要这样就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先点燃自己的心灯。心灯点燃了，别人甚至是佛才会看到我们嘛。就好像瞎子要自己先提着灯啊，别人才不会撞到他啊，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人生如果要走出暗暗黑夜啊，自信光明是非常重要啊！自信光明在佛法里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哦，尤其在禅宗跟大乘佛教里面常常被提到。自信就是自己本来的本性，本来的面目，本来的就是清净的。所以光明就是指智慧、觉悟、清明啊。那自信光明4个字合起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清净、智慧跟觉悟之光啊，这些本来就有的，不必外求。这个概念比较抽象了哦，但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啊。就好像灯本来会亮的嘛，但是如果你用毛巾把它盖住的话，它的光就跑不出来啊。那光线没有出来，不是没有光亮哦，而是你自己用毛巾把它盖住哦，或是你没有把开关打开。那这个本来就会有的光亮叫做自信光明啊，而感觉没有光明，那是自己的心灯被罩住了。被什么罩住啊？就是被自己的无明啦、烦恼啦、欲望啦等等的盖住了。那自信光明就是在提醒我们啊，这份光明是从来不灭的，只是短暂被迷惑遮住啊。那这个需要靠修行跟觉察来把这个罩子把它打开啊。
那其实禅宗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指这个自性光明啊。它本来就是一尘不染的啦，是我们自己的心境先蒙尘了，才会造成外境看起来是蒙尘的。那本来都无一物了啊，根本就不必时时勤拂拭嘛，不是吗？所以本来无一物的境界是高过时时勤拂拭啊。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些民间信仰或风俗习惯呢，就是过年过节啦，或初一十五啦，就要去寺庙里面是嘛，就捐一点钱啊，点光明灯啊，不是吗？认为光明会让我们家人消灾延寿、趋吉避凶、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事业发达、宏图大展、财源广进，而且孩子还考试第一名，并且认为呢，点一次灯可以光明一整年呐。那这个是一般民间信仰的祈祷方式啊。然而，正信佛法所说的光明，强调的不是外在的烛光跟灯光哦，而是内在的心光哦。心光就是智慧之光啦，就是慧光啦。那这个是在譬喻什么？佛法的智慧就像光一样的明亮不但能照亮黑暗也能照破众生的烦恼跟幽暗啊。那佛光跟慧光既然这么重要，那他们在哪里呢？我们要去哪里寻找呢？一句偈文告诉我们答案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什么意思啊？灵山就在你自己的心头啦。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应该像自己心地的这个灵山塔，好好的去下功夫修行啊。我们学佛要求光明这个是不需要舍近求远的，因为佛光跟慧光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刚刚那句偈文就是这个意思嘛。曾经有一个信徒问他的师父他说：“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不可以请师父来我家帮我们这尊佛开光啊？”那师父就回答了：“你请我去你家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像就会灵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啊。那这样不如你拜我就好了，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了，这样我就比佛还厉害了所以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佛像有没有开光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有没有开光啦。心门不开的话，就接引不到光啦，就会变成心灵暗示然而一旦有心灵暗示也不用怕，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因为心灵暗示一念能明那为什么一念能明呢？因为一念心转万境转嘛。心门一打开，光明就照射进来了，罩子拿开，灯泡就发亮了，一样的意思所以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到，有人想透过点灯求光明其实真正的光明在我们的心里佛前的灯甚至也不必刻意去点最重要的是点燃我们自己内心的心灯所以光明灯不是向外靠别人点，而是往内靠自己点因为心明则见明心暗则见暗心中如果充满着迷信常常是心不清志不明只会去寺庙里面点光明灯那这样再怎么点也没有用同样的道理，皈依三宝虽然很重要，表面上是皈依某某师父、某某法师，其实是皈依自己的自性三宝同理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而是念给自己听如果说要念给佛听也可以的，那是要念给我们心中的那一尊自性佛听是要深深唤醒我们心中的主人翁，不要让他睡着了睡着就没有力量了嘛。那遇佛的道理也是一样不是遇外在的佛，
更不是1年1次的浴佛节才来浴佛，而是借外在有形的仪式来提醒自己，每天都要浴自信佛啊。我们每天都在举行浴佛节啊，因为每天都要洗澡，不是吗？这个洗澡就是浴佛嘛，就是浴自信佛啦。要提醒自己不但清洗身体，同时也要洗涤心灵这才是浴佛节最大的意义啦，不是1年1次而已啦。那瞎子提灯走夜路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义哦，不只是让别人看到他，也是在替别人着想不要害别人出车祸啦不但懂得自保但却不会自私也同时想到别人所以这个是自造造人那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是佛家所说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啦。那佛法讲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个是学佛要有成就的3个条件那自觉是第一步自己先觉悟真理嘛了知因缘生灭跟苦空无常不再被无明烦恼所束缚这个也是自度的基础。就像瞎子自己要先提着灯嘛这样才能自保道理是一样的。那自觉之后呢，不但自己觉悟也解脱了还要引导别人也能离苦得乐那这样就是在度人嘛度他，也就是觉他所以不但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还能投入菩萨道的菩萨行这样就是觉行圆满所以简单讲，自觉就像一个种子，觉他就好像是开花，那觉行圆满就是一个殊胜的结果这3个都具足才能够成佛啦。古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个意思是说是人能够把道理发扬光大的，不是道理把人抬举起来的道理虽然很伟大也很重要但如果没有人去把它推广弘扬跟实践的话呢，那再好的道理也彰显不出来佛法再怎么殊胜，如果没有修行人去实践跟弘扬，那就只是一本经书放在藏经阁里面无法利益到众生这样就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明白这个道理的例如一家公司有再好的理念跟制度但如果员工不去执行，那再好的制度跟计划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嘛。那正言上呢也讲社会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人才，那这也是一句非常有道理的理念教育的理念但如果没有透过教育完全化去把它落实出来把它具体落实出来，或没有老师去身体力行，那这个教之以德，育之以礼的崇高理想也不会产生作用也因此实际的教育事业是从幼教、小学、中学、大学、硕士班、博士班，再一直延伸到社会教育跟环保教育等等，都是一脉相传，环环相扣，节节相通这个就是所谓的教育完全化啦这整个过程就是人能弘道，以事显理的意思啦。那正言上人也经常在开示的时候提到孔子所讲的这句话人人弘道，非道弘人他启示我们君子务本跟身体力行的重要啦。这强调呢，自己先尽本分做得到，才有办法对外去说服别人也就是说，自己要先提灯才有办法去照亮别人或者制造造人自觉觉他道理都是相通的。好，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孝顺父母也是人生的大道理，不是吗？但孝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端茶啦、请安陪伴等等的小动作就如佛法也不是什么大道理日常生活中的挑柴运水、开口动舌跟行住坐卧等等，这些都是佛法啦。所以没有孝行的话，孝道就无法真正的被弘扬
没有力行的话，佛法也不会被彰显出来啊。没有俗事就没办法显真理一样的意思也因此才说，孝道如果不能被化为行动，或佛法不能落实在生活中，即使是个大道理，它的价值也是零那志工服务也是一样的道理慈悲济世跟济贫教富的道理是很好，但如果没有志工愿意去行动跟付出，那再好的理念也只不过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所以道再好，不行就空；心再诚，愿行才真因此呢，道本身是不会自己发光发热的必须靠人去把它点亮就像一盏灯点燃了才能够照亮黑暗所以只要人人愿意点燃自己内在的心灯道就能够在人间普照所以道在人心，道也在人间更在生活中的微小细节里那只要我们能够多用一点心愿意多付出一点，愿意多走一步，那这一步就是自点心灯佛陀说法49年当佛陀逐渐年老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将来佛陀入灭后僧团要由谁来领导佛陀的精神要由谁来传承所以佛陀入灭后不久呢，有一天阿难尊者到城内经过一个叫做奇末的这个婆罗门教徒的住家那这个婆罗门看到阿难尊者，就赶快邀请阿难呢进去屋子里面彼此互相寒暄问好。那这个奇末婆罗门呢，就很关心佛教僧团的事情他就问阿难他说：“尊者，佛陀寂灭后，有什么人能够代替佛陀呢？”阿难尊者回答说：“佛陀是自觉觉他、决心圆满的大觉者是创立佛教的教主我们只是遵照着佛陀的教法来自我修持并且将佛陀的精神弘扬到人群中去教育众生所以没有人能取代佛陀超然的智慧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位大臣名字叫做宇行他出巡路过这个地方，看到阿难在这个奇末的家里就很高兴，就走进去聆听他们的谈话那宇行大臣刚好听到婆罗门问阿难佛教僧团这么大佛陀不在的时候，当然由谁来领导刚好听到这句话，就赶紧接着说：“是这是全城人民所关心的事佛法需要靠人弘扬佛陀涅槃后，僧团如果没有人领导，那真是令人担心讲这句话。那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就说话了，他说：“你们放心，身重奉行佛陀的教化，立定人生的目标每个人都能以法为师力行佛陀的教育佛陀平时教育弟子要皈依自信三宝刚刚讲的嘛，只要人人都能够把佛法当作立身行事的准则来做人处事那在日常生活中守好自己的本分，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阿难这句话说完之后这个大臣跟这个婆罗门教徒听了都非常的赞同那正言上呢，就是用以上这个佛典故事呢来开示开示什么？人人弘道，非道弘人虽然佛陀时代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了嘛，但只要人人以法为师，依教奉行佛法就能永存不息所以大家要自我鞭策，为社会负起净化人心的使命，爱惜自己，也尊重别人要这样还是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唯有自己先点燃内心的心灯，这样佛才会看到我们也能够佛看到我们以后，才能够把我们带向一个精准跟精致的人生目标跟方向好，我们今晚读书会瞎子提灯是为哪桩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